嗨，大家好呀，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前两天我不是更新了一期法国闪击德国的对决吗？在那期视频的评论区里，有位观众说啥时候整一期英国攻击法国的视频。老实说，在二战前的英国也是有法西斯势力的，他们的头子是叫莫斯利还是叫啥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咱们今天的剧情呢，就是假设英国的这个法西斯势力上台，与小胡子结成同盟，然后举兵入侵诺曼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对决吧。好嘞，在这儿登陆的船只呢，很突兀的被直接刷新在了海上，因为放在迷雾里让他们登场的话，他们总会时不时的卡在原地，不知道前进。由于游戏里的舰艇做的都很拉胯，所以在这儿我就设置了一个固定的炮击效果，来模拟一下英国海军的舰炮轰炸。因为时间线是在1940年嘛，所以这些法军的装备我可以直接放置在地图上使用，但英军当时用的都是些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在这儿我给他们安排的有两种登陆艇，一种上面搭载的是奥星军团，而另一种搭载的就是普通的大头兵了。他们的这个轰炸机是不是40年的我也不太清楚，看着模组里显示它装备的是什么西斯帕诺的机炮，我才确定它是英国人的飞机。模拟进行到这里呢，英国佬的坦克也加入了战斗。之前不少人在那儿嘲讽说什么小日本的坦克上面都是铆钉，但在镜头拉近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人的坦克上也全是铆钉。如果换成是相同的涂装的话，他们的这些坦克可能还没有同时期的日本坦克颜值高。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轰炸机是一架接着一架，他们的火力还挺强的，给这个法军的高地要塞炸的是一片狼藉。两台轻装甲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车已经被干掉了，但是这台 B1 重坦还是完好无损的。由于轰炸和空袭呢，现在海滩上的这些固定火炮几乎是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法军现在开始依靠坦克进行机动防御。在海滩的梯子这里呢，英勇的奥星军团已经开始替他们的国王冲锋卖命了。这波属于是在流光最后一个殖民地士兵的鲜血之前，我带英绝不后退一步。然后战斗进行了半天呢，英军的坦克部队却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明明在历史中是他们最先发明的坦克，但二战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各型坦克性能都不算优秀。这个代号为 A11 的坦克也叫马蒂尔达，但它的武器只是一个.50的机枪，虽然显示装甲最后处也有60毫米，但我寻思它完全不能跟后期的马蒂尔达相提并论。从刚才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法军的豆丁将屁股对着马蒂尔达，所以他被.50穿到给冒火了。但因为机枪弹的后效太差，所以他的炮塔还能够继续转动进行还击。而在海滩的另一边呢，这个名为 A13 的巡洋坦克装备的是一门2磅炮，其40毫米的口径估摸着跟德老的37炮长城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儿他拿这台 B1 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而且你们看一下他这个车体上半部分的防弹外形，完全就是在放弃治疗，采用了清一色的垂直装甲，就和之前那期日军登陆诺曼底的视频一样。明明我安排的至少有20艘登陆艇，但现在他们早早的就停止了兵力投送。现在整个海滩上的英军士兵加起来估摸着也就是一个连吧。他们试图通过这个梯子来夺取防守方的阵地，但防守方的表现非常的坚强，大量的法军士兵冲到这个梯子口这里来堵路。而且更糟糕的是，在海滩方面还有一台 B1 开了过来，他背后那些英国坦克全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现在他在疯狂的使用车体上的7.5炮还有机枪来屠戮这些英军士兵。对于40年还没有装备皮亚特的英国佬来说，这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本来我还给法军在海滩后方的田野中安排了一些火炮牵引车之类的单位作为后备军，但现在看来这波安排完全就是多余的。此时带英登陆部队的最后一台坦克也正遭受着2台 B1 的前后夹击。本来我寻思 B1 就很强，所以只放了2台，没想到打了半天他们只打断了其中一台车的履带。现在这台马蒂尔达也被霍奇基斯产的小豆丁从侧面击毁了。这么一来，英军的进攻也就失败了。
本期在部署单位的时候，我并没有查资料，但就算是给英军安排后期的十字军或者是瓦伦丁什么的，他们装备的也依旧是那门2磅炮，该打不动 B1 还是打不动 B1。这波法军除了在前期遭受炮击时出现了一定的损失外，几乎全程都是在把英军摁在地上摩擦。所以历史中的英国远征军在看到形势不对之后立刻脚底抹油，也属于是情有可原了。毕竟他们留下来抵抗最大的作用也只是给德军刷经验罢了。好了，今天的看个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本期咱也是主观的嘲讽了一下英国军队，如有得罪呢，还请多多见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